我们必须要尽快查出司空阳手臂上的魔族印记，到底是不是魔神残身寄居？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于静秋，他身上的雪花符才是关键。魔族只要得到了雪花符，就能打开棺材。他从小就在水源道观长大，只要司空阳还在这里，他早晚会回水源道观救他的师尊。打扰二位，我有一计可以一举两得。雪鹰，你把于静秋藏到哪里去了？什么计策？说来听听。杀了司空阳，逼出他体内的大魔神残身。他手臂上的魔族印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身为下族元老勾结魔族，这对龙山国的威胁无法估量。如今大魔神残身迟迟不出现，让我们十分被动，所以这是最好的机会。杀了司空阳，逼出他体内的大魔神残身。那于静秋呢？雪花符还在他身上。雪花符是要寄宿功力最强的人。当今整个龙山大陆，能与神女神力不相上下的人，恐怕只有魔神。没错，到时候于静秋一旦现身，魔神残身便一定会逼出他体内的雪花符。到那时，便杀了司空阳，一同将魔神残身和雪花符剿灭。这个计策是不是有些过于冒险了？而且，你真能做到杀了司空阳？过去我敬重他是师傅，可如今，他不过是个下族的叛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二位元老，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，否则就算杀了于静秋，摧毁了雪花符，但青铜棺材绑定了6位元老的性命，只要魔神残身把6位元老都杀了，一样能解开封印。只有将魔神残身彻底杀死，他才不会复活。你找到于静秋了？他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他现在在哪里？隔墙有耳，恕我不能告诉2位。但如果你们同意我的计划，行动当日我一定带他出现。这已经是最后的机会。如果2位元老不同意，那就等静秋回到魔雪国之后，我们再做商讨。好，就按你的计策办。杀司空阳谈何容易？万一中间出现什么差错，叶梅，以前我们多少大风大浪都见过了，只要部署周密，不会出问题的。看来2位前辈已经同意我的计划，那么就由我来布置一切。行动当日，我会带于静秋提前出现，合力演一出戏，到时便逼出魔神残身和雪花符。老兰，你带人做好接应，到时候一定要拿到雪花符。重见天日这一刻，我已经等了太久了。主人放心，属下一定和大祭司好好配合，祝您早日拿到雪花符。现在我们离胜利只有1步之遥了，这一天他终于还是来了。待我复出，你们是最功不可没的功臣勇士，也是我最信赖的左膀右臂。到时候你们便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整个龙山国都将归你们来掌控。是。司空阳，没想到你勾结魔族，交出神魔残身，以此谢罪。留你最后一次体面。
还惦记着他身上的雪花符。魔神残身不在我身上，就是杀了我，魔神残身也不会出现。司空阳，死到临头了还想狡辩？要想魔神残身出现，就先杀了他。我看你也装得太久了，今日就让你现出原形。当时我进熄火宫，就是为了调查那个拥有传信盒子的奸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元老们之间使用的，所以奸细就在6大元老之中。太叔公主、鹤山主和纯元都已相继牺牲，而魔族想要解封青铜棺材、复活魔神的想法并没有终止，并且在我的神脉觉醒后，魔族很快就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想必那奸细还在剩下的3位元老之中。司空观主不可能是奸细，他手上的伤皆是为白大师治疗所致。我们师兄弟2人，要是魔族的奸细，于静秋早就没命了。当初我怀疑你是魔族奸细，你就不怀疑我？你是为刘云报仇心切，心系下族，一心想找到奸细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再说你也一直没有回到元老会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你根本不会是魔族奸细。况且以你的性格，怎么会沉得住气呢？这个齐云，看起来道貌岸然的老好人，居然投靠魔族，混在元老会里当奸细，害死了多少下族同胞！我要杀了他！杀了他容易，我是想逼他自己现身，引出魔神残身。杀了达尔豪，我们大家才能安宁。回事？中计了！怎么才能让魔神残身出现？现在雪花符在静秋体内，魔族一心想得到雪花符，打开青铜棺材，而席云又想将浑水泼在我身上，让大家认为我是奸细，除掉我，就可以少了一个元老，这样他们可以一举双得。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做一个处决我和静秋的局。故意告诉大家，只有杀掉我，才能让魔神残身出现。而魔神残身一旦出现，会按照雪花符的指引，寻找灵力最强之人，飞出转世，跟魔神而去。到时候，我们再毁了雪花符。因为魔神残身根本不在司空观主身上，所以根本不会现世，而雪花符也不会从静秋体内移出。这时候我们要杀静秋，魔族肯定不会坐视不管。他们害怕我们真的杀了静秋，雪花符就没有指望了。
所以他们一定会行动。我们提前在袭云周围布上法阵，让他动弹不得，这样反过来我们处决他，魔神残身肯定会险些逃走，因为他是不会跟着袭云一起被处死的。我在阵法上设了定身符，袭云，你果然是奸细。我雪夜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！袭云诡计多端，不然不会隐藏这么深。万一出现了状况，让他逃了呢？那我就在卢家堡等他。之前我们想找魔神会，我好几次追到卢家堡附近，线索就断了。但我敢肯定，那是他们回魔神会的必经之路。师傅，这一仗我有信心。为防万一，秋白，我陪你一起去，配合他们的行动。好，卢家堡就交给你们俩了。快进虚界！师傅，这怎么回事？卢家堡背后一定有另外一个空间，那应该是魔神会的藏身之处。另一个空间？卢家堡这片废墟，极有可能是进入虚界的入口。什么是虚界？虚界乃是天地间一处特殊所在，连超凡也无法进入，唯有练成虚界真意，才能进入虚界所在。下族无数修行人士都尝试过，但都没有成功。您也不行吗？元老们都不行。这魔神会就藏在虚界。我们下族打垮了魔神会多个分坛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大本营。他们极有可能把最核心的东西放在了虚界空间里，包括青铜棺材，还有娘，我一定救你出来。这一切都是他们提前布下的局。这次要不是我发挥魔力及时现身，你们都死在那里了。是属下思量不周，请魔神治罪。治罪有什么用？他们现在非常狡猾。你既然已经暴露了身份，就不能再用袭云的身份回到正派中了。好好待在魔神会，用魔族的身份做事吧。是。灵魂丹进展如何了？已经用莫阳鱼的太古血脉浸透了灵魂丹。接下来，只要拿到雪花符，解开青铜棺材的封印，主人再次觉醒，便可重新降临人间了。好，三祭司那边有什么动向？这个属下不知道，我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。那个姬荣半人半魔，不可以完全信任。如果发现姬荣动了别的心思，便不用留他。是。眼下是我复出的关键时刻，进攻下族指日可待，绝不可让其他琐事耽误了大计。属下明白。空间切割法最关键的是，需要用斗气调动天地之力，
去感受空间运动的轨迹，然后去寻找那一闪而过的空间缝隙。长风骑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哥哥呢？借法杖一用。这是青石的法杖。出掌用力在于丹田，而空间切割用力在于心。六棱剑也好，其他武器也好，只不过是个工具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要能调动天地之力，做到稳准狠地去操控运动轨迹。不行，师傅，我连你教的皮毛都没有掌握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对啊，师傅，您修炼了10几年，对于雪鹰来说时日尚浅，她能学会切割空间的真意吗？师傅，是不是只要我学会空间切割法，我就能进入虚界？你说的只不过是眼前的空间，另外还有一个平行的镜像空间。都说虚界真意才能打开虚界，但是龙山国没有人能做到。他们通常用的是水火风真意中的其中一种，而你竟然能够同时使用。也许配上空间切割法会有所帮助，但这只是方法，如何进入虚界还得靠你自己。可我现在连空间切割法都没有学会，进入虚界谈何容易呢？你已经突破了3重真意，天分和努力不必说了。你现在要学的不是招式，而是方法。你要对空间有一种一击即中的心理。一击即中的心理。我再试试。翠山，冲突！喂，干什么嘛？雪鹰，你成功了。你小子孺子可教。那怎么会有点头晕？是不是因为我刚练成的缘故啊，师傅？雪鹰，趁热打铁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雪鹰，你没事吧？雪鹰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不知道为什么。青秋，青秋，青秋。少主，都怪我，我应该阻止静秋给我输送神力。什么？输送神力？少主，你疯了！你竟然用这种损耗自己的方式来帮助别人，你不要命了？雪鹰的母亲被魔神会抓走了，我必须要想办法帮她。岂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？要是你有个3长2短，我怎么向逝去的魔雪国主和夫人交代？从现在起哪儿也不许去了，就好好待在屋里休息。静秋，听雪前辈的话，她是为你好。可是我没事，我已经掌握了基础的空间切割法，我相信认真练下去，假以时日，一定能参悟出虚界真意。呜，你快出去悟吧，别打扰我们少主休息。我和雪鹰这就离开。静秋，你好好休养。师傅，我刚刚在练习空间切割法的时候，感受到它并不能与水火风3种真意相融合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猜想，是不是还有第4种真意，4者相融，方能形成虚界真意？你可以尝试着去寻找。艰难的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出路，但是我相信，以你的能力，一定有办法解决。
他这样已经第5天了。难怪当年国主会不顾一切下界帮助夏族。夏族英雄守卫帝国的信念和意志力真的令人敬佩。仅凭这一点，魔族就未必能赢。雪鹰未来一定可以成为夏族的守护者。少主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最近我一直陪在雪鹰身边，感觉自己越来越虚弱，尤其是离他越近的时候，好像力量被什么东西吸走。力量被什么东西吸走？难道他是莫阳瑜的儿子？是。那你的状况很有可能是因为太古血脉。什么意思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你这辈子都不能跟雪鹰在一起。雪婆婆，你这什么话？你快说清楚！哎，当年真正杀死大魔神的，就是莫阳瑜的太古血脉。夫人，这人世间最强的力量，也是唯一能杀死神的力量。当年要不是莫阳瑜出手，这夏魔交战不知道要打到何年何月。少主，这太古血脉和神脉是相克的，如果雪鹰的体内有太古血脉，那么他这几天的修炼很有可能就会觉醒。你之所以会感到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就是因为太古血脉在不断蚕食和消耗你体内的神脉之力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和雪鹰，雪婆婆，你说雪鹰会不会没有太古血脉？青石也是莫阳瑜的儿子，也不是莫阳家族每个人都有太古血脉啊。少主，你又何必这样自欺欺人呢？他既然是莫阳瑜的嫡子，就算现在没有爆发，日后也会觉醒的。血脉的事情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有些人就是这样，注定无法走到一起。少主，你如果要和雪鹰在一起，就一辈子都不要让她觉醒太古血脉。不，我不能这么做。我这样做太自私了。纵使这辈子我们都不能在一起，我也希望他能练成虚界真意，觉醒太古血脉。我希望他能救出他娘，杀掉魔神。就算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，我也
只要你们能用斗气控制眼前的水和火，便有资质掌握天地力量，更有潜力修炼虚界真意。抱歉，孔幽月，你干什么？这水好像有股力量，不受我控制。我算了，以我们俩这个资质，我看也练不成那个什么虚界真意了吧？修炼真意，要靠你们各自的悟性，单靠老师教是不行的。况且虚界真意比其他真意修炼要难，我看你们还是选择自己擅长的真意修炼吧。师傅。什么意思啊？行还是不行？估计是不行。这是本殿上好的灵液。西云殿主，你怎么还敢出现？好久不见啊，司徒。你们找我有什么事？魔族需要于静秋。于静秋贵为神女，神力在人族之上，我不是她的对手。不是对手，我看是舍不得吧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应该知道，修炼魔功到了这个阶段，不听魔族的命令会是什么下场。我只能说，我试试。你最好别耍花样，否则你体内的修为将会在3天之内消耗殆尽。不仅如此，魔族秘术还有你体内的正派功法将会互相激荡，到时候你会感觉到2股力量在体内冲撞，消耗斗气，最后功力尽失。我把于静秋带来就是。静秋公主，白大使，有件事情，我想同你商量一下。白大师，您说。我想了个办法，可以让雪花符从你体内出来，不知道静秋公主愿不愿意陪我尝试一下？您想到办法了，太好了！什么办法？试试看。能不能把雪花符易主在我的身上？白大师，这样对您不用担心，只要把你体内的雪花符逼出来，在它出来的瞬间，我就有办法消灭它。现在，我们要去一个安全处，以作尝试。静秋公主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他为什么会和白元之在一起？这一次，必须要让雪花符易主到我的身上，否则就杀了于金秋。他的神力越来越弱，雪花符继续留在他身上，对夏族来说实在太危险了。白大师，您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？因为一会儿我要将自己的能力释放到极限，这样才能取出你体内的雪花符，易主在我的身上。这里人烟稀少，相对安全一些。
金秋公主，一会儿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不要紧张，相信我。好。谢谢你，司徒红。没事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我能理解白远之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他也是为了夏族考虑。只有雪花符随我一起消失了，夏族才会安全。可是这样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。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考虑用体面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了。我现在虚弱的样子，雪鹰看见一定会担心的。这几天我要找个客栈待着，等我身体恢复一些了，我再回星火宫吧。要不跟我回司府吧？姑母离世后，那里就没有人居住了，而且离星火宫比较远，很偏僻。好，谢谢你。这里是我姑母生前住的房子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吧。好，那你去忙吧。人就在里面。如果我被傲然抓去了魔神会，那我便可以给雪鹰指引了。是我自己。不，这并不是元神出窍。原来，这就是师父所说的景象。原来这里竟是魔神会。 做得好，等于静秋的血脉再聚集些能量，凝魂丹彻底炼成，我们就可以逼出于静秋体内的雪花符，彻底打开青铜棺材。是时候该反攻夏族了。
西云的声音。如果这就是魔神会，那我一定要想办法让雪鹰他们知道。不知道雪鹰的虚界真意练得怎么样了？我先给他一些信号试试吧。静秋找我。静秋，雪婆婆，静秋不在吗？他说这2天都要陪你练功。怎么，他没和你在一起吗？哦，这2天他是和我在一起。他说他要拿东西，我以为他回来拿，没想到他不在。我先走了。静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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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怎么知道静秋不见了？我找遍了整个星火宫，都找不到于静秋。静秋公主恐怕落入了魔族之手。白大师，什么意思？我之前带她去黑风崖，本来想引出她体内的雪花符易主在我的身上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忽然来了个神秘人把她给掳走了。你可看清了掳走静秋的神秘人的面孔？他速度太快，我没有看清楚。他用了魔爪，恐怕是魔族之人。看来白元之没看清楚。是静秋。他想告诉我什么信息？魔神会。静秋想告诉我，他在魔神会。没错，静秋就在魔神会。如此说来，静秋一定是故意被魔族掳走的。他想给我们指引方向。我曾经跟他说过，虚界内空间凌乱，道路错综复杂。他是想帮我们。不行，他一个人在魔神会太危险，我要去支援他。幽月，你和濮阳波去通知星火宫其他弟子，魔神会在虚界内，敌暗我明，万一出现什么状况，也好及时支援。好，好，我和他们一起去。这就是虚界。静秋给我传送了信号，他可能遇到了什么危险。雪鹰必是在虚界中探查，我们为他护法。好。难道这就是关着他2号的青铜棺？静秋，是雪鹰吗？雪鹰，雪鹰。
知道他们在哪儿了，我带你们去。好。得到了这雪花符，破解青铜棺材的封印，便不再是难事了。眼下只需要莫阳鱼的太古血脉炼成的凝魂丹，便能重塑大魔神了。下族人竟然与魔族勾结，简直是非不分，愧对下族。你怎么知道我还是原来的袭云？魔族又怎么样？谁能给我权力，谁就是我的主人。我今日就要用你的太古血脉解开青铜棺材的封印，用你的血炼出凝魂丹，重塑最伟大的魔神大人。杀神的太古血脉，能量果然不同凡响。魔神的残身，原来一直在你那里。用这太古血脉浸透的青铜棺材铸就的凝魂丹，能让尊贵的魔神大人再次觉醒，能让他得到这世上最强大的力量。舅舅，你怎么样？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师妹，该死的恶魔！我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东火雪鹰，你们竟然闯进了魔神会！今日我就让你们有来无回。刘月，照顾好金秋。好。
复出了！孤云大魔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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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孤云大魔神。 终于等到了这一刻。当年莫阳琛来到雪氏城堡的那个夜晚，我就知道这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当年的大战，魔神残身逃跑，魔族定会卷土重来。当年我没有杀了你，大二号，今天我就是豁上性命，也绝对不会让你祸害人间。娘，原来你真的是故意落在魔族的手上。 为了这一天，我在这青铜棺材里整整等了20年。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忍受了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等待守护下族的真正时刻。娘！
走。进入了圣级境界。雪鹰，娘，娘，金石，娘，快让娘看看。娘，哥哥终于把你救回来了。长大了。我长大了。 这里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一切都没变。娘，我们在这等您很久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。夫人，夫人，童三、宗麟，你们辛苦了。这些年，雪莹和青石多亏了你们照顾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夫人。娘，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。再也不分开。小青石，娘，好了，我们开始吃饭吧。好，好，好。 娘，你尝尝这个，这个是您最爱吃的。雪鹰，你醒了。我刚才梦见我娘了。如果我把她救回来了，那梦境是不是就成真的了？雪鹰，我们知道你现在很悲伤，但是你刚刚爆发太古血脉，气血还不稳定，所以情绪还不适宜太悲伤。 醒了就好，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吧。师傅，听说雪鹰已经醒了，你不去看看她？金秋和长风院长都在他身边，我去了又能为他做什么呢？这次跟魔族大战当中，我们损失了那么多的战友，却还是把傲兰给放跑了，连雪鹰哥哥的娘亲。 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，所以你就没日没夜的修炼。我没有雪鹰哥哥和金秋那样的天分，只能用这样子的笨办法。可是，我明白的实在是太晚了，不然，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弟，他们也不会那样惨死。曾经有人跟我说：“物生执念，念生知结。” 人生在世，总会有很多遗憾和无奈。你要学会和自己和解，才能好好活下去。物生执念，念生知结。师父，
那您做到了吗？不仅没有，而且还固执的要死。师父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陪在您身边的。好啊，等过了这件事以后，师父就带你阅尽天下美景，让你早早找到心上人。师父，您胡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可惜，这世间有多少人能逃过执念二字？雪鹰，快放手！放手！雪鹰，不，放手！不能没有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雪鹰，听娘说，看着娘，你看着娘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也会这么做的，对吗？放手啊！师父让你来劝我喝药的？不是的，是我想带你去个地方。怎么会突然想到来这儿？我第一次见你就是在这里啊。我记得当时你连斗气都没有，却偏要来毁灭山脉，探寻魔人，结果被葛冰打得满地找牙。没想到这么久的事情你还记得。现在想想，觉得那个时候真傻。是有点傻，不过也很可爱啊。明明连斗气都没有，却面对葛冰一点都不胆怯。明明已经到了绝境，却还有心思从河里弄出鱼来请我吃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这家伙的生命力真够顽强的。我知道你要劝我什么。我那个时候一心所想，就是定要带母亲回去。但是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是不一样了。你不仅有了斗气，还成了圣级。你有了师父兄弟，还有了我。不管今后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。这是什么？现在你爆发了太古血脉，太古血脉的力量与神力相冲，我反而不能帮你疗伤了，觉得自己很没用。锦秋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喝药，争取早日痊愈。放心，你帮不帮得了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我身边陪着我。是不是很久没有吃鱼了？走。好了。太好吃了，为什么别的地方的鱼都做不出这个味道啊？因为毁灭山脉地势险要，能在这里生活的鱼，当然都见过大世面了。那可不能浪费啊！你看你，吃东西一点神女的样子都没有。你笑话我？那倒没有。一说神女，总感觉高高在上的。不过我觉得现在，才是最真实、最自然的你。东部雪鹰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？哪有啊，实话实说而已。你也吃一口，好吃吗？嗯。